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饭桶熊谈，我是甜甜。都说我们是个知识饭桶，什么奇奇怪怪的知识都往里装。那今天装的这个知识啊，保准让你忍不住想说一句：真的假的？有一种水果啊，原产中国，却在新西兰改名换姓，摇身一变变成了国际大牌。反过来呢，还卖的比国产贵好几倍，让不少人专挑进口的买。这个水果界的认亲大戏主角啊，就是那个毛茸茸的维 C 炸弹猕猴桃。而且啊，现在好多人去超市看到进口的奇异果价格贵的离谱，再看看旁边的国产猕猴桃，心里就开始犯嘀咕了：这两东西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呢？甚至还有人专门挑贵的买，觉得一分价钱一分货嘛。其实啊，这里面的水啊可深着。今天咱们就来彻底扒一扒猕猴桃的前世今生，看看这个身份复杂的水果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呢？那首先得澄清一个重大误解，猕猴桃和奇异果本质上就是一个东西。猕猴桃属于猕猴桃科猕猴桃属的，学名叫做 Actinidia chinensis。别看这一串洋文，其实 Chinese 就是中国的意思嘛 ，Chinese 嘛，相当于在它身上刻了一个 Made in China 的标签。它的英文名 Kiwi fruit 也是很有故事的。最初呢，猕猴桃传到新西兰的时候呢，人们叫它 Chinese gooseberry， 意为中国的醋栗。这个名字听起来呢，既不洋气也不好卖。后面新西兰人呢灵机一动，发现这个毛茸茸的水果外形呢很像他们的国鸟 kiwi， 于是就改名叫做 kiwi fruit。你看，一个好名字对水果营销有多重要。别看它毛茸茸的不起眼，但是人家呀可是植物界的老前辈，从远古时代呢就在地球上开始混了，也算是见过大世面的老江湖吧。中国呢也是猕猴桃的绝对主场，全世界的60多种猕猴桃，咱们就占了60多种，绝大多数都是中国特有。早在先秦时期的《诗经》当中啊，就有猕猴桃的记录了。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当中呢，也提到了它。《诗经》里面写到：“西柚长处，以罗其之。”这里的长处说的就是猕猴桃。当时的古人呢，已经发现了这种植物的美妙了，只是那会儿啊，还没有掌握种植的技术，基本上都是野生的状态。那关于它的名字啊，李时珍呢在《本草纲目》当中也解释得很清楚了：其形如梨，其色如桃，而猕猴喜食，故有此名。看样子古人起名字也是挺幽默的，因为猴子爱吃，所以就叫猕猴桃了。其实古代人吧，对这种毛茸茸的水果呢，也有很多的叫法，比如说叫什么杨桃、藤梨、木子、毛木果等等等等。唐朝诗人陈僧还写过什么中庭病南上，一架猕猴桃，可见那个时候啊，已经有人开始种植了，虽然说规模不大吧。不过古代的猕猴桃和咱们现在吃的完全不是一个概念，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酸涩难吃的野果子，主要是用来当药材用的。而猕猴桃真正的国际化之路呢，得从一个新西兰的女校长开始说起。1904年啊，旺加鲁伊女子中学的校长玛丽伊莎贝尔女士呢，把中国湖北宜昌的猕猴桃种子带回了新西兰。这位伊莎贝尔女士啊，当时呢是来中国看望她在宜昌的当做传教士的姐妹，结果啊被当地的猕猴桃彻底给征服了。第2年，伊莎贝尔返回新西兰的时候，就把猕猴桃的种子给带了回去。谁知道啊，就是这么几个小小的种子，最终成就了新西兰的植株产业了。这个故事啊，听起来是不是很励志呢？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啊，就有点意思了。新西兰人呢，一开始把它叫做中国醋栗 （Chinese gooseberry）， 老老实实的承认它就是中国来的。但是呢，到了上个世纪的50年代，冷战开始了，中国的这个标签在欧美市场并不太受欢迎。新西兰人立马改名叫做奇异果，叫 Kiwi fruit， 说是因为像他们的国鸟 Kiwi 鸟。那这个改名的操作简直就是神了，不但抹掉了中国的痕迹，还成功的塑造了新西兰国果的形象。令人深思的是啊，新西兰政府直接指定佳沛公司掌握全国新西兰的出口权，集全国之力打造一个品牌。那么现在的结果呢？中国已经成为了新西兰奇异果最大的单一出口市场了，每年从中国赚走数十亿。一个299元一箱的12个佳沛阳光奇异果，在春节期间啊就能够卖到缺货，这算不算是出口转内销的终极版本呢？但聊到营养这块啊，猕猴桃可真的是让人刮目。一个猕猴桃的维 C 含量相当于你吃3个橙子，简直就是个维 C 炸弹。什么概念？也就是说，你每天吃1个猕猴桃，基本上就不用担心维 C 含量了。那除了维 C 爆表以外啊，猕猴桃还有一个隐藏技能，那就是维生素 K 含量很高。简单的来说呢，就是能够让你的骨头更结实。还有一个神奇的地方，跟菠萝和木瓜一样，猕猴桃当中呢也有蛋白酶。
这个东西啊，就像是一个贴心的小助手，能够帮忙消化各种蛋白质。所以说，下次你大鱼大肉吃撑了，别急着吃健胃消食片，先来个猕猴桃试试。这个不是我瞎说，这些生物剪刀就像是一个贴心的小助手，把那些难消化的大块蛋白质切成容易吸收的小段，说不定要比药还要管用呢。现在市面上的猕猴桃呢，主要有3种：绿心、黄心和红心。好多人买猕猴桃的时候呢，都会纠结到底选哪种好呢？绿心猕猴桃呢是最常见的品种，口感酸甜适中，维 C 含量也很高，它就像是猕猴桃界的标准版，性价比最高，最适合日常使用了。而黄心猕猴桃啊，口感更甜一些，果肉金黄诱人，看起来就很有食欲。它的甜度啊，通常要比绿心的要高，维生含量也不错，适合比较喜欢甜味的朋友。红心猕猴桃呢，简直就是猕猴桃界的贵族了，长得又好看，价格也贵得离谱，而且颜值也很高，口感上呢也是更加甜腻。但是也有人觉得它可能太甜了，反而失去了猕猴桃独有的酸甜平衡。其实营养价值上这3种的差别不算太大，选哪种呢，主要还是看个人的喜好和你的钱包的厚度。我个人觉得吧，没有必要专门追求红心的，绿心和黄心的性价比更高，毕竟我的钱包它也不允许啊。不知道屏幕前的你们平时会选择哪种呢？而这一切的背后啊，还有个更加让人感慨的现象。新西兰在发展奇异果产业的过程当中呢，为了维持和改良猕猴桃的品种，还要源源不断的从中国收集野生猕猴桃资源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一边用我们的种植资源来改善品种，一边呢再把改善之后的产品高价卖回给我们。这个逻辑是不是有点绕啊？就好像是有人借了你家祖传的食谱，做出了招牌菜，然后又高价卖回给你，还说这是他们的独家秘制。那更加令人深思的是呢，新西兰佳沛公司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奇异果销售商，占全球奇异果销量的33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相当于可口可乐在碳酸饮料市场的统治地位了，几乎就是行业霸主级别的存在了，年营收超过180亿元。什么概念？相当于全国人民每个人给他们贡献了13块钱，足见其商业价值的惊人。而最关键的是啊，这不仅仅是一家公司的成功，而是新西兰政府层面的国家策略。他们集全国之力，通过严格的品种专利保护和标准化生产，建立了几乎无法撼动的市场垄断地位。而相比之下，中国早期的农业品牌建设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相对分散，缺乏统一的战略规划。他们的阳光金品种啊，单颗售价能达到10几块钱，比起同样大小的国产猕猴桃呢，要贵好几倍。那中国消费者买账吗？买账。春节期间，佳沛奇异果经常卖到断货，很多人啊专挑贵的买，觉得一分价钱一分货。那面对这样的局面，中国能坐得住吗？这背后反映的其实是品牌力量的巨大差距。当然啦，近些年啊，中国也开始觉醒了。2020年，中国建立了中国新西兰猕猴桃的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，主要呢就是为了在猕猴桃领域加强国际合作，同时呢也能够希望重新获得更多的话语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国内科学家们也在默默努力，比如说世界首个红肉猕猴桃品种红杨，就是咱们自己选育的。这个品种不但颜值很高，营养价值也很出色，品质完全可以和新西兰的高端品种相媲美了。而陕西周至县这个被称为中国猕猴桃之乡的地方呢，现在也在努力打造自己的品牌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，周至就是国内猕猴桃的重要产区。今天国产猕猴桃的发展，无论在种植、储藏、深加工以及品种和技术，很多都是从周至县发展起来的。但是说实话，国内的产业化确实起步的太晚了。虽然说产量世界第一，但是说起来有点扎心。论每公顷的产出效率，咱们在全世界还排在比较靠后的位置了。这就好比说开了个全世界最大的餐厅，但是单桌翻台率却不如人家的小店，还是有很大的改善空间的。国内呢，直到1978年才开始全国性的野生猕猴桃种植资源的调查和开发利用，而新西兰呢，则已经经营了70多年了。这几十年的差距确实需要时间来慢慢缩小的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咱们呢也有自己的优势，毕竟这是咱们的老家特产嘛。野生资源丰富，种植面积世界第一，消费市场呢也在快速增长。关键是要学会讲好自己的故事，打造有自己影响力的品牌。从猕猴桃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，有好的东西还不够，还得会包装、会营销、会讲故事，这或许是咱们真正需要学习的地方了。买回来的猕猴桃大多是硬邦邦的，这个时候千万别着急吃，因为没熟透的猕猴桃
不但味道酸涩，营养价值呢也没有完全发挥出来。最简单的催熟方法就是把猕猴桃和香蕉、苹果放在一起，用袋子装起来。成熟的水果能够释放出乙烯，这种物质能够快速的刺激猕猴桃成熟。而判断猕猴桃是否成熟呢，也很简单，用手轻轻按压果实的两端，如果感觉有微微的弹性，那么就可以吃了；如果还是硬邦邦的，那就再等等吧。如果已经很软了，那就得赶紧吃，不然就过熟了。而生猕猴桃放在冰箱冷藏1到5度左右，能够延长保存时间。但是已经熟了的猕猴桃就不建议再放太久了，最好尽快食用。别以为猕猴桃人畜无害，有些小朋友吃多了呢，也会出现严重的过敏，甚至虚脱。这种维 C 炸弹对于有些人来讲真的是危险品。有些人呢，他会对猕猴桃过敏，表现为舌头发麻、喉咙发痒，这是过敏性咽喉炎的症状。进而呢，可能发展为口腔黏膜水肿，就会感觉到呼吸困难，严重的呢，甚至可能会危及生命。还有个特别邪门的事儿，就是对花粉过敏的人吃猕猴桃也容易翻车。科学家说过，这2个过敏呢，它是一个连锁反应，但是每个人的差别巨大，有人碰一下猕猴桃就中招，有的人可能当饭吃也没事儿。如果说你吃猕猴桃的时候感觉嘴巴发麻、喉咙发痒，千万别撑着，赶紧停止食用。特别是花粉过敏史的朋友，第一次吃猕猴桃的时候要格外小心，尽量少量尝试。而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选择猕猴桃有几个小技巧。首先看外观，如果果形端正，表面无明显磕碰的。其次呢，用手轻按，如果想要马上吃呢，就选择稍微软一点的；如果说想放几天呢，就选择稍微硬一点的。价格方面呢，没有必要盲目追求进口货，现在国产的猕猴桃品质已经非常不错了，价格还非常的实惠。当然了，如果说你不差钱，想要尝试一下新西兰的奇异果的味道，那也无可厚非。那食用量方面，成人每天1到2个就够了，小朋友减半。虽然说猕猴桃营养丰富，但是也不能当饭吃，而且猕猴桃性寒，脾胃虚寒的朋友呢，要适量食用。好了，关于猕猴桃的话题，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。总结一下呢，就是猕猴桃确实是个好东西，营养价值确实高，但是呢要学会正确的选择和食用。而这一切的背后其实反映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，在全球化的时代，如何保护和发展我们的民族品牌？作为中国人，我们更应该为猕猴桃这个国产之光感到自豪，同时呢，也要理性的看待与国外产品的差距，支持国产品牌的发展。那最后呢，感谢朋友们的支持。如果说觉得有收获的话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、订阅一下。有什么想要了解的水果呢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这里是饭桶熊谈，我是甜甜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